苏先生，苏腾带着过来充当司机的2名保镖，看到少主出来了，迎过来，按照苏腾提前的吩咐，只称呼苏先生，免得暴露少主的身份，吓到了未来的少主夫人。那在保镖的眼里，他们觉得少主是多心了，就未来少主夫人那样的胆量，天塌了都不怕。怎么可能会怕少主的身份呀？苏腾温和地嗯了一声，并点了点头，然后对程庆说道：“我的车坐不下那么多人，就请了2个司机过来，3辆车出行，不用那么挤了。”程庆向他道谢，麻烦苏先生了。苏先生想的也周到呀。苏腾笑，不麻烦，程小姐在不认识我的情况下，都不怕惹上麻烦，救我一命。我帮程小姐安排一下车辆，不过是小事一桩，程小姐不用那么客气的。程庆笑，行，咱们不要老是说谢谢，不用谢的客套话了，我也不习惯。他喜欢爽快的人。那2个人看着孩子们分别上了2辆车后，程庆才跟着苏腾走向他的车子。苏腾绅士地帮程庆拉开车门，程庆本能地想到谢，记起自己刚刚说过的话，他便冲苏腾笑笑，没有再说谢谢的客套话。等程庆系上了安全带，苏腾才上车，很快便开动了车子，离开了管城大酒店。一路上，苏腾尽职尽责的向程庆介绍着管城好玩的地方。程庆听得很是心动，又遗憾的道：“我只能在管城逗留3、2天，就得回去了呀，孩子们的家长惦记着呢。”苏腾说道：“以后有空你可以独自过来，玩上10天半月的，到时候提前给我电话，我帮你安排好住宿，带你到处玩，吃好吃的，尽尽地主之谊，怎么好意思麻烦你？”程庆本能的婉拒。苏腾笑道：“我要是拜到你爸爸为师，在你们程家武馆学武，你就是我的师姐了。师弟招待师姐，那是理所当然的事。程庆，等你拜到我爸为师了再说吧，程馆主肯定会收我的。”苏腾自信地道。2个人有说有笑，1个多小时的车程都觉得很快就到了。到了油油山庄的山脚下，苏腾特意停了车，按下车窗，指着山脚下的花海以及附近的果山，对程庆说道：“这些地方也是占家的，山庄的蔬菜瓜果是自给自足，吃得非常健康。那些花海既可以欣赏，也可以卖，就挺多花店的人会来这里进货。那几座果山种的是适合在管城栽种的时令水果，水果供应着战氏集团旗下的所有酒店。那酒店日常是需要很多新鲜水果给客人的，那种的蔬菜吃不完也会供应到酒店里去。你要不要下车去看看？”苏腾问着程庆。据我所知，有玫瑰园、百花园，还有向日葵园呢。不过现在是10月份了，没那么多花。若是在春天来这里，是真的很漂亮。程庆也按下了车窗，他眺望着远方，惊叹地问道：“我看到的地方都是占家的吗？看到的那些人也是占家的人吗？”“你现在能看到的地方都是占家的，看到的那些人大部分都是占家的工人，打理花园的，还有那几座果山的，需要很多工人，还有部分人则是战氏家族的族人，可能和战少未出五服，也有可能是出了五服的，反正就是姓战的。那些房子也是一样，有些是战氏族人的住处，有些则是工人们的宿舍。战家对待工人也是很好的，如果是个人，就分个单间，带个小厨房、小卫生的那种，可以自己做饭吃。拖家带口的就会分给他们套房宿舍，虽说套房不算大，设计得很好，倒也够住的。”程庆听得瞪大眼，他惊叹地道：“那在这里工作的人待遇岂不是和白领一样？”苏腾笑道：“比一般公司的白领都要好吧。工人的孩子读书成绩好的，考上好大学，将来出到社会，如果能进入战氏集团工作，战家也会给一笔奖金的。战家的工人进来后极少会挪窝的，舍不得走
一是待的时间长，习惯了一处地方；二是战家对待工人是真的很好，特别是老夫人，没有一点豪门老夫人的架子。这么好的待遇，这么好的东家，那换成是我也舍不得走。怪不得这战家在你们管城首富的位置上屹立不倒了，人丁兴旺的大家族还能和睦相处，而且这儿孙个个都有出息，是非常难得的。不要说在豪门里，就是普通家庭也很难有这样的家族。战老夫人听说是个智商很高的老太太。苏藤笑，他对老太太的评价是：战老夫人是个老狐狸，又是老笑面虎，笑眯眯的，慈祥的像尊菩萨，坑你的时候，让你就算知道了也无法跳出来。反正别惹他便是，有时候不惹他，他看好你会主动来惹你。为人也很讲义气，自己9个孙子现在只有战少结了婚，战二少爷订了婚，其他的都还没有着落，他还要操心到老友的孙子身上。例如他和陆东明，就是老太太露出来的时间操心的对象。若不是战奶奶，他不会被他父母一天安排几10次的相亲。堂堂苏家少主都要成了给人欢赏的猴子了，就是个热心肠的老奶奶吧。程沁笑道：是很热心肠。战老夫人在管城的人缘极好，名声也非常好，这是事实。管城的豪门家家都会给战老夫人面子。当初战氏和商氏针锋相对，两家集团是死对头时，若是老太太出面，商家都会很给面子。商太太最是强势的，面对老太太时都会变得温和，不敢逞强。听你这样说，我特别想见一见老夫人。说说而已，苏先生别当真，也不要为了我去麻烦战少，打扰老太太。程沁是欣赏崇拜强大的人，就战家的老太太恰好就是那样的人。苏藤谦虚的道：就算我想满足程小姐的愿望，也没有那么大的本事。我公司与战氏集团合作过几个项目，跟战少一起吃过几次饭，才敢大胆地向战少提出请求，今天带着你们来悠悠山庄逛一逛。他这样说，让程沁感激得到苏先生，太感谢你，也太麻烦你了。苏藤笑着，程小姐说了，不用对我那么客气的，我们现在算是朋友了，更何况程小姐对我还有救命之恩。程沁也笑，行，咱们都不要太客气，我也觉得总是客客气气的不自在，我这个人有点粗的，过于客气让我拘谨。苏先生也不要老说我是你的救命恩人之类的话了，真的只是散步消食时顺便打了一架而已。两个人都笑，程沁没有下车去赏花的打算，苏藤便直接开车上山。他猜测程沁可能不太喜欢花。车行到半山腰，暂时停下来。程沁看到半山腰有个保安亭，那里设着路卡拦截车辆的。保安亭里的保安看到了苏藤后，很快就让苏藤的车辆通过。程沁好奇地问：上山还有路卡的？悠悠山庄是战家的大宅，不允许外人随便进入。以前只在山庄大门口设有保安亭，自从战少闪婚后，太多人想偷拍战少夫妻俩的私生活，千方百计偷摸上山。战少担心山庄不安全，便在半山腰上加设了一个路卡，安排了3班人，每天24个小时轮班，就未经许可的来了这里，就只能在半山腰以下自由走动。程沁哦了一声，忽然有一种豪门深深出海的感觉，就出入的自由都受到控制。还好他只是来豪门的住宅旅游的，逛上一圈就走了，不会被束缚。想到这里，程沁又自嘲地笑了笑。真以为人人都能嫁入豪门呀？他想被束缚都没有机会呢，想那么多干嘛？况且他也不想入豪门，就是普通家庭可以了。她是程家武馆的馆主之女，打小习武，
哪怕他容颜俏丽，并不粗鲁，但是知道他出身的男人都不会考虑他。曾经有媒婆想给他介绍个男朋友，谁知道男方知道他打小习武之后，连见面都不愿意。说什么怕婚后被他家暴什么的，这让程沁哭笑不得，也算是明白自己母胎单身24年，连场恋爱都没谈过的原因了。是那些男人觉得他身手了得，不好称控吧，又觉得婚后若是闹矛盾打不过他，有那样思想的男人不要也罢，他就安安心心的单身下去。反正他也不着急嫁人，他有几个玩得好的女同学，在大学毕业1年后就嫁人了，婚后生活过得一地鸡毛，没少跟他吐槽抱怨呢，羡慕他还是单身。车子很快就上到了山顶，油油山庄建在这座平顶的小山上，山并不高的。山庄大门口还真的有保安亭，值班的保安看到按下车窗的苏腾后，默默地帮他打开了山庄的大门，让他们3辆车驶进了山庄吧。一入山庄便是露天的停车场，管家早就接到了站印的电话通知，告诉他苏少主今天会带个女孩子过来游玩山庄，让管家安排妥当，但不能暴露苏腾的苏家少主身份。苏腾停好车，对程沁说道：“我们的车子只能停放在这里的露天停车场，不能再往前面开去了，那是占家人日常活动的地方。我们等会儿走停车场右边的那条路，沿着那条路往前走，便是山庄的后半部分，也是风景最美的地方。程沁恩着我们是来打扰别人的，就尽量不去打扰到站哨的家人。”他和苏腾一起下车，那12个孩子呢也纷纷下车。小朋友们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，都会短暂的乖巧安静，就他们也跟着苏腾和程沁走向管家。苏总，管家微笑的和苏腾打招呼，苏腾回以微笑，然后相互打过招呼后，他向程沁介绍管家程小姐，这位是油油山庄的大管家杨叔，杨叔这位是程小姐，云城程家武馆馆主的千金，是我的救命恩人。杨叔心里腹诽着苏少主，你逗我玩呢？你都有救命恩人，就以苏少主的身份，谁敢动苏少主一根头发？别说动苏少主了，连得罪他都不敢。不过大少爷特意叮嘱他，苏少主来了之后，不管苏少主说什么，附和着就行，跟着苏少主的意思走。程小姐，杨叔礼貌地问好啊。程沁连忙回应，他有点不好意思地道：“我们冒昧前来打扰了，麻烦了杨叔。”杨叔笑着不麻烦，苏总和我们家大少爷认识的，大少爷交代过了，今天我给你们当导游。那带着你们好好的逛一逛山庄，麻烦杨叔了。苏腾则是说道：“杨叔，这里我来过2次了，不能说很熟，也不会走着走着就迷路。我觉得我可以勉强给程小姐当个导游。杨叔也很忙，我们就不麻烦杨叔了。我们一行10几人，麻烦杨叔帮我们安排一下午餐就行，下午我们就回那市区里去的。”杨叔笑着，那也行。中午吃饭的时候，苏总提前1个小时帮大家点好菜，到了饭点，苏总给我发个你们的定位，我会安排人给你们送餐过去，不用你们来回走。苏腾道谢，好，我会的，麻烦杨叔了。杨叔笑道：“苏总带大家玩的开心点，儿童游乐场园那边也安排好了，孩子们想玩的项目都有人在那里等着的了，孩子们注意点安全就行啦。”苏腾再次道谢，杨叔一再的说不用谢，只要苏少主开心就好，那样他杨叔在苏少主这里还能挂个名，以后需要苏少主帮忙，还能舔着老脸求一求苏少主。听着苏腾和杨叔的对话，程沁被油油山庄的大惊到，贫穷限制了他的想象力，
这战家真不愧是首富。在苏腾招呼着程沁，带着小朋友们准备逛山庄的后半部分时，听到了老太太的叫喊声。苏腾，老太太特意赶回来，就是想见程沁的。她老人家也喜欢吃瓜，也爱好八卦，好奇心也奇高的嘛。程沁是苏腾的命定之女，她老人家好奇得很。苏腾来了也不去主院那里见一见他老人家，那他只好自己过来了。反正呢，他就要见到程沁。苏腾别想绕过他去。听到老太太的叫喊声，苏腾，战奶奶不是在战印那里住着吗？不用照顾怀孕的海童了。战印怎么没跟他说战奶奶在山庄里？他特意挑着战奶奶不在山庄的时候过来，结果还是遇上了。战奶奶避不开，只能面对。苏腾当即就笑眯眯的叫了老太太一声。程沁呢，便知道走过来的这位慈祥的笑得像尊菩萨似的。老太太就是战家的老夫人。看老夫人的衣着，还真是和普通的老太太没什么两样，看上去朴素得很，但她那浑然天成的贵气，却不是衣服就能遮掩得住的。老太太健步如飞，身体还硬朗得很，保养的也是极好的，看上去就像是50-60岁的大妈一样，根本就看不出来她的实际年龄。苏腾，这位是？老太太视线落在程沁的身上，就装着不知情地问着苏腾。在他的前辈面前，苏腾是不敢耍花枪的，他老老实实地介绍程沁给老太太认识。老夫人你好啊。苏腾给一老一少相互介绍后，程沁连忙的老太太问好。老太太慈笑着，程小姐好。她上下打量着程沁，年轻秀丽，眉宇间英气逼人，又落落大方的。老太太对程沁的第一印象很好，听说程沁身手极好。苏腾设计让程沁成为他的救命恩人时，安排的那些手下几乎都被程沁打趴下，现在还有医院里住着呢。就有这般身手的女孩子是很适合程沁。程沁的爽利、不拘小节的性格也是老太太喜欢的，跟他给孙子们挑选的妻子人选一样优秀。老天爷并没有亏待苏腾嘛，要是给苏腾安排一个有着猪八戒那样外表的女孩子，仅是想象吧，老太太就很想大笑。好吧，他老人家是有点小坏的，就喜欢看那些死活不肯娶老婆的男人被老天爷恶整。苏腾有寡情病，他这辈子只会对一个女人动心，如果真的是一个丑女让他有反应，他也只能娶回家去。程沁呢，又让学生们向老太太问好，10几个小朋友异口同声的问好，逗得老太太欢喜不已。他老人家是特别喜欢女孩子的，当即就招呼着小朋友们走，跟战奶奶去吃好吃的。同时他又说着苏腾苏腾，你来都来了，也不带着程小姐进去坐坐，这是存心陷我战家待客不周是吧？要不是我刚好散步到这里看到了你，就被你陷害成功了。苏腾在心里腹诽着，谁知道你老人家提前杀了回来。他敢说老太太是特意赶回来看他和程沁的好戏的，这老太太才是吃瓜的鼻祖啊。他们苏家还被老太太指点过的。战奶奶，你误会我了，我哪敢陷害战奶奶待客不周呀？我是听说您老人家在战少那里住着，我又是带着程小姐和小朋友们过来玩的，怕吵到了你们，不敢去打扰大家。老太太说道，打扰什么？山庄里天天都安静如鸡，我就盼着有人过来玩。热热闹闹的，我特别喜欢小朋友们。他又对程沁说道，程小姐，我们都是很随意的人，你不用拘束，也不用觉得过来就是打扰我们。在山庄里，你们吃好喝好玩好，喜欢的话以后常来。
程庆笑道，以后我若是带学生过来比赛，一定会厚着脸皮再次来打扰老夫人的。闻名不如见面，老太太比他想象中还要平易近人，是真的一点架子都没有。就跟他奶奶一样啊，热情好客，不带学生过来比赛也可以过来玩的呀。让苏腾去接你，然后来我们家做客，住下都没问题。我们山庄多的是房间，你在这里住上10天半月的都不会嫌闷。程庆笑笑，客气的接话，可不敢真的想来就来，来一次已经知道自己欠了苏腾多大的人情。苏腾总是说欠他的救命之恩难还，他热情地带着他和孩子们到处游玩，连首富占家的老宅都带着他们进来了，又请他们吃饭。这个男人是真的拿救命之恩当涌泉相报的，是个知恩图报的人，懂得感恩的男人不会差到哪里去。程庆通过与苏腾短暂2天的相处，对苏腾的评价越来越高。在老太太的要求下，一行人先去了中心主院，在奢华低调的大厅里喝了茶，吃了点新水果，把大家喂得饱饱的。老太太又亲自充当导游，就带着大家去逛山庄。由于带着12个小朋友，老太太第一时间就是带一班小猴子去了儿童游乐园。那是以前为了孙子们打造出来的游玩乐园，现在连老九都10几岁了，不喜欢去游乐园玩。游乐园经常都是处于静止的状态，也就是洋洋过来时才会动一动。今天则是最热闹的，孩子们一开始还有点拘谨，但架不住对游乐园的喜爱，那很快就疯玩起来。程庆担心还怎么会摔着，像个老妈子似的，跟在孩子们后面各种叮嘱，很自然的就忽略了苏腾和老太太。苏腾这个时候才找着机会，向老太太抱怨：战奶奶，你完全抢了我的风头，我的导游工作被您老人家抢了呀。老太太笑道：对不起哈，我是很喜欢这些孩子，也很喜欢程小姐，你小子还是有点福气的，那老天爷没有给你配个猪八戒。苏腾，战奶奶把最好的女孩子们都揽入你们战家，给你老人家当孙媳妇了，还不许我挑个漏。战奶奶，程庆可不适合你家的那几条猪，你别打他的主意。一落就遭到了战奶奶的巴掌招呼，臭小子，你战奶奶是那样的人吗？那用你的话说，程庆不适合我家的孙子，我打他主意做什么？就算适合，我也不会打他的主意。你多不容易，这辈子只能栽在程庆手里。苏腾嘴角抽了抽，说道：战奶奶，我咋觉得你在幸灾乐祸的？你又没灾没祸的，我幸什么灾乐什么祸？苏腾语塞，话说你还坐在这里做什么啊？老太太说着苏腾，你没看到你未来的老婆一个人盯不了那么多的孩子们吗？那10几个孩子被她教得不错呀，让他们好好的学，好好的练，只要人品好，身手好，以后让阿印把他们招进我们战家的保镖公司，接受训练后呢，给他们安排工作。苏腾，我未来老婆的得意门生，只要人品好，能力出众，自有我给他们安排大好前程。战奶奶又想抢他讨好程庆和孩子们的机会。战奶奶，战印和海童的婚礼在即，您老人家应该也很忙的，这可是您老的长孙大婚呢，就不敢占用您老的宝贵时间了。程庆这里有我呢。苏腾，这是明明白白的，请求老太太不要再抢他的风头了，给他机会在程庆面前好好的表现一下嘛。老太太笑眯眯的道：阿印的婚礼在即是真，不过不需要我做什么，我都一把年纪了，老掉牙，那走路都要用拐杖拄着走，他们敢让我做事吗？我只需要动动嘴皮子，他们就会按我的吩咐去做好。我很闲呢，人呀，闲的时候就会很无聊。我游游山庄很久没有这么热闹了，是我很长时间没有看到。
这么多孩子在我山庄玩闹，我喜欢热闹吗？你要表现就表现吧，那我又不拦着不让你表现。你要是连我这个老太婆都抢不过，以后若是冒出来一个劲敌，你怎么办？直接投降，将你的命定之女让出去吗？苏腾，我苏腾不知道投降是什么滋味，谁敢跟他抢成亲？试试。老太太咪咪的笑。苏腾，你现在跟我说你投降，我马上就回屋里去，不打扰你在成亲面前表现。我也要盯着我家阿印的婚礼事宜，的确太忙。战印的婚礼，最重视的人自然是他自己，不用老太太怎么操心。老太太就是不放心，毕竟是第一个孙子办婚礼，要办得热热闹闹的。战印以后也是战家的当家人，海童就是当家太太，他们俩的婚礼要达到前所未有的隆重才行，那样后面的孙子结婚就很难超越过去。老太太就主要是给海童这个以后当长嫂的人撑腰，你要是不投降，我就一直跟着你们啦。反正我老了，脸皮厚，不怕当那盏最亮的电灯泡。苏腾，战奶奶，您还是那么喜欢看别人被打脸？对啊，我最喜欢看的就是别人被打脸。你不是说不知道投降是什么滋味吗？我现在就让你尝尝这种滋味。战奶奶，我投降，我投降，我尝到了这种滋味。您老人家快回屋里去休息吧，外面热呢。老太太笑哈哈的，好吧，我不打扰你们了，回去休息休息，还得盯着我家阿印的婚礼事宜。彤彤怀孕了，我也得照顾着阿印，没有经验。战印不是买了很多与运气有关的书吗？以后我还要向他取经呢。知道战印扫光了很多书店里的运气有关的书，苏腾还曾笑过战印呢，现在却想着以后向战印取经。他们家苏南虽然也会看书，却没有战印那么夸张。你老婆都还没有追到呢。就想着取经了。苏腾笑，总要先看好取经的对象吗？行，你们玩，我走了，不当电灯泡。老太太说着转身走了。看到老太太走了，苏腾松这口气。他是真佩服战印兄弟几个，摊上这么一个难缠的奶奶，还能淡定自如，不，应该是被老太太整得麻木了。他要是有这样一个难缠的奶奶，怕是连家都不敢回。在父亲催婚时，苏腾以为自己的老爸难缠，跟战奶奶一比，他觉得他爸还好吧。苏腾这才走向成亲，帮着成亲照顾着孩子们。看了片刻后，觉得那些孩子们虽然好动，由于是练武之人，个个都身手敏捷，倒是不会出事，便对程庆说道：程小姐，我看他们都懂得安全意识，不会出事的，咱们不用站在这里盯着，我们去那棵树底下坐坐，看着他们玩就行。程庆比苏腾更了解自己的学生，苏腾这样提议，他没有意见，就跟着苏腾扭身走向苏腾指的那棵大树，树底下安装着一张秋千椅。我看到山庄里有好多的秋千椅，那在秋千椅上坐下来后，程庆说了句：是挺多的，有很多是后面才安装的。战大少奶奶喜欢坐在秋千椅上，战少是个宠妻的，只要是他们会住下的地方，听说都加装了很多的秋千椅，那样战大少奶奶住在哪里都有秋千椅可以坐。程庆羡慕地道：战少对大少奶奶是真的很好，让人羡慕嫉妒呀，真的是处处都有战印宠妻的传说。老夫人呢？不见了老太太，程庆好奇地问道。他记得老太太刚才还和他们一起的。老夫人是战家的定海神针，战家的大事都需要她坐镇指挥的。战少的婚礼在即，老夫人忙着安排婚礼事宜呢。程小姐能不能多待几天？苏腾忽然问道。程庆说道：不能再待下去了，孩子们该回去上学。他们虽说在我们程家武馆学武，重点还是文化课的，
那我们武馆不能耽误了孩子们的学习。说完后，他问苏腾：“苏先生有事啊？”苏腾嗯着，提到了战少的婚礼。我记起了，我是接到了战少的请柬以及邀请的，不仅参加他的婚礼，还当伴郎。原本我是想跟着程小姐回去拜师学艺，锻炼一下身体的，现在得参加了战少的婚礼，才能前往你们云城。那我就想请程小姐多待几天，就喝了战少的喜酒再回去。闻言，程沁很是心动，不过他还是说道，还是不行。况且我与战家非亲非故，战少也不会邀请我出席他的婚礼啊。苏腾笑道，这个容易，你以我的女性朋友身份，陪着我出席战少的婚礼。女性朋友吧，经检后就是女友啦。程沁还是婉拒了，今天能来悠悠山庄，都是托了苏腾的福。不能再厚着脸皮沾苏腾的，光去参加战少的婚礼了。不想欠苏腾太多的人情。苏腾见程沁拒绝，也不勉强他，只说等战印的婚礼结束后，他第一时间飞去云城那边拜师学艺。程沁笑道，拜师学艺不用着急，苏先生忙你的正事要紧哈。他爸肯定不会收下苏腾的，一来呢，他爸轻易不会收徒了；二来呢，是苏腾的年纪大了，现在才开始练武，很难有所成啊。顶多就是锻炼一下身体。苏腾嗯着，我会安排好我自己的行程的。他回去和老爸一说，他老爸就说了，他只管跟着程沁去云城，家里的事不用他管。他老爸也闲了那么久，就让他爸重新锻炼一下吧。苏腾笑道，生意上的事，我倒是不担心，公司里有管理团队，就是给战少担任伴郎这件事不能推掉。那是不能推掉，多少人想参加战少的婚礼都没有机会呢。苏先生能给战少当伴郎，很幸运的了。程沁其实很想参加战印和海童的婚礼，那碍于他和那对恩爱的夫妻没有半点交情，连见面都没有见过。就算苏腾愿意带着他去，他也不能去，因为他跟那个圈子里的人不熟。况且他也真的要带着孩子们回去啊，孩子们还要上学呢。苏腾笑笑，没反驳程沁的话。没有老太太当电灯泡了。苏腾和程沁相处一整天，两个人之间的那点陌生感已经荡然无存。接下来的2天里，苏腾依旧给程沁一行人当免费的导游，带着程沁和孩子们到处玩，吃地道的管城美食。那2天后，程沁带着孩子们离开了管城，愉快的日子过得很快啊。这转眼间呢，便临近战印和海童的婚礼，2个人领证1年，结婚周年纪念日都过了。战印收到爱妻送的厚礼，他也送了爱妻很多礼物，并跟海童约好，每年的结婚周年纪念日，他们都要好好的庆祝。那距离婚礼还有3天的时间，那海童呢，便搬回到娘家居住。她的娘家是姐姐的家，为了让妹妹就近出嫁，不用跑回老家，也为了避开东山小区那个盯上海玲的醉汉，海玲最终带着儿子搬出了东山小区，住进了战印夫妻俩赠送给她的那栋别墅。不过海玲并不接受赠送，她跟妹夫签订了买卖合同，是从战印手里买过那栋别墅，房价保密，海童愿意迁就着姐姐的自尊心，但也不能让姐姐太大的生活压力。就在房价的问题上，她是寸步不让的。从海玲最终搬进去住可以看出来，姐妹之间呀，是海玲输了。收到战家请柬的人，距离远的都会提前几天飞来管城，在管城住下来，等着参加婚礼，一切费用战家都包了。市首富君家就是提前飞来管城的贵客，叶君博的父母以及他的爱妻穆晴是一起过来的，一行人到了战家的悠悠山庄见过面。
吃过饭后，叶君博他们便去了商家。这一次过来，他们既是为了参加战印和海童的婚礼，也是为了君然的婚事。君然是被苏家主突然跑去商家提亲的举动吓到了，哪怕后来苏少主向父母坦诚，他已经找到了他的命定之女，解除了商小飞要被逼嫁苏腾的危机。君然还是后怕，从开始喜欢商小飞，追求商小飞，到确定恋爱关系，遭到商太太的极力反对，君然都独自面对，独自解决。这一次被吓得太狠，他不得已向家里人求助，那便有了叶君博他们提前到达管城之行。其实君家早就想和商家见面，谈他2个孩子的未来，是君然不让，他觉得还不是时候。华喜别墅区海家，商小飞车子停在门口，人下车走到门口，按响了门铃，很快便有佣人出来，是梁姨。海玲是不想请佣人的，是战印怕他家老婆大人回了娘家会帮姐姐做家务事累着，安排了好几个人过来，住在海家，负责打扫卫生，维护庭院，买菜做饭。商小姐看到是商小飞，梁姨笑着问好。梁姨，你怎么在这里的？见到是老熟人梁姨，商小飞的脸上也有笑意。大少奶奶回了娘家居住，大少爷安排我们几个过来照顾大少奶奶，就不仅是我，阿七也在，他们是大少奶奶和海玲小姐最熟悉的人，所以大少爷就安排他们过来了。大少爷说了，他和阿七以后都在海家工作，工资照旧是从大少爷那里领。大少爷又给他们加了工资，战印身边的保镖以及战家的佣人们，海玲母子俩熟悉的就是梁姨和阿七，所以战印才会这样安排。只要大姨姐母子俩日子过得安稳，他的老婆大人才会心情好。商小飞笑道，是你们大少爷的作风，他对彤彤是事事想得周到，真的细心体贴入微。以前他总觉得战印过于冷漠无情，他苦练多年都没有结果，公开追求一段时间也得不到战印的正眼。他以为战印天生冷冽，不懂得温柔是何物，不会照顾人。后来才明白，战印不是不懂温柔，也不是不会照顾人，只是战印的温柔不会给他而已。好在战印深爱的女人是他商小飞的表妹，这个优秀的男人并没有流入到外人的田里。梁一笑，大少奶奶就是大少爷的眼珠子呀，谁不会护着自己的眼珠子？他打开了别墅的大门，对商小飞说道，商小姐，你车子开进来吧。是要开进去，我不会太快离开，等会儿留下来陪彤彤吃过中午饭。对了，你们家大少爷那会过来吃中午饭的吗？我怕我当了电灯泡。梁姨答道，大少爷最近忙疯了，只有晚上才能挤点时间过来看看大少奶奶。为了婚礼的事，战印是忙疯了，不过再忙啊，他每天都还要挤时间来海家一趟。我以为他会跟着过来住，就住到婚礼那天早上才回去呢。商小飞这句话带着调侃的意味，梁姨笑眯眯的，大少爷是想这样做，被老夫人说了一顿。海玲小姐也不让他住下来，每天晚上大少爷过来，都要和大少奶奶上演一出恋恋不舍的戏码。商小飞嘻嘻的笑，那是战印的作风。他重新回到车上，开车进了海家，车子停靠在小停车场上。这栋别墅是战印买下来的，格局布置都是按照战印的，喜好习惯布置的。海玲对住处要求不高，洋洋就更不用说了，小屁孩一个。故而母子俩搬进来之下，什么都没有动，就是拎包入住。海玲姐出去了。她出去买东西了。洋洋上幼儿园，小家伙出门前都是嘟着小嘴的，说不想上幼儿园，想在家里陪着大少奶奶。提到洋洋，梁姨就连眼睛都笑弯了。商小飞边往主屋走去边说道，
洋洋都快赶上我小时候了，那上幼儿园需要抬着上车，